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看我今天的视频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择偶观，只代表我自己啊。有这么几种男人不能嫁。如果说你是男生的话，你可能说，哎呀，你又说我们男的不好，其实还真不是。我既有儿子又有女儿，那我女儿如果她愿意的话，她以后会嫁人。那我也有儿子，那他本身就是个男的，我怎么说可能只站在女性的立场说男人不好呢？如果你觉得有道理呢，你就听；如果你觉得没道理，你就不听就完了。就是第一种不能嫁的男生呢，就是晚熟的男生。有人会说了，哎，那你那意思是不是就不能姐弟恋啊什么的？还真不是。这个晚熟吧，它跟年龄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它不是说姐弟恋就不行。你说他是不是幼稚？他是不是没有责任心什么的？哎，也不是。幼稚和没有责任心，它是一个人的性格一个特点。他可能到了100岁，他都幼稚；到100岁，他都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。但是晚熟呢，他不一样，他是会熟的。但他就是会有点晚，他可能以后会是一个绝世好男人，但是此时此刻他绝对不是。对女生来讲，我觉得就会比较浪费时间，只是基于女生已经先成熟了。比如说跟年龄没有关系啊，两个人就在学校认识的，女生那个时候已经可能想到未来可能要结婚啊，可能要生孩子啊，买房子啊，不管是怎么样，还是自己想要的，还是妈妈灌输的，你就会带着这么一种期待和计划。这个时候晚熟的男生呢，他可能就是打球，我要玩游戏，对未来没有一个组织家庭的规划，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孩子。当下的话，这个女孩子就会很累，因为这种东西是教不了男生的，思想还没到那儿，不想稳定的话，你说不通他的。不是说他够爱你，他就想跟你拥有这一切的，他不是的。更不聪明的方法就是，你既然不往那儿想，那我就硬跟你结婚，硬生孩子。他可能会以后是一个非常疼爱子女的好爸爸，但是当下他可能都不会去带孩子，因为他还没有 ready。这个男生可能要交往很多个女生，可能要有很多不同的恋情，到那一刻可能是他30岁了，或者40岁、45岁了，然后他突然间他就想稳定了，就想啊，我要有个家，我想有孩子。那个时候他在找到的那个老婆，才能说跟他就非常非常的配。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，和在对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人，他其实说白了，他就是这个，就一个 ready 了，一个没 ready。但是并不否定这个人，说这个人不好。如果说你的男朋友特别晚熟的话，他以后真的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公，但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陪他到那一步？这算是一个赌博吧，可能要1-2年，可能要10年。你看你自己做一个取舍，觉得值不值得？交过很多前男友啊、前女友啊，这被教会了，才明白就是自己真的需要什么，并不是说玩累了想稳定了，而是说他成熟的就是比较晚。如果说你现在的男朋友很晚熟，然后你想结婚，那我觉得可能会未来看得见的几年里面，你都会非常非常的累。下一个就这种男生不适合结婚。我以前视频说过，就是他在某一方面特别特别的优秀，你觉得特别崇拜。比如说这个男生会写歌，乐器弹特别好，某一方面体育特别好，或者说他是个大才子，或者说是他就是一个浪子，那范儿就坐在那儿就把你迷得5迷3道的，都可以构成你爱上他的理由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他只是一种他自己的魅力而已。就说你爱他和他再回头爱你，其实是没有任何关联的。他是一个很美好的个体，但并不等于他就有和你白头到老，或者对这个家庭负责，跟你可以朝一个方向努力拼搏的这么一种特质，他不一定有。我觉得大伙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跟那个谁分手了，他真的好优秀啊，我就是忘不了他，我找不到代替他的人，掉情伤里了，掉个3-5年都出不来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你看上他的那一点，其实那一点是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，只是他有的一个特质。你把这个感情陷入进去，是一种非常不明智、不理智，跟你的生活、跟你的未来没有任何交集、没有任何帮助的。它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个体在那儿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喜欢啊什么的，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。我觉得把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
影响到了自己，影响到了自己的未来的话，是一件特别不值得的事儿。我觉得女生如果看一个男人，一定要抛开他这些个附加的东西，就看这个人的本质。你如果说是以一个谈恋爱搞对象的这么一个基调去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比如说我大学4年我特别的孤独，我就得找一个人陪，那你找一个你觉得各个方面都特别好的终身伴侣来讲的话，你真的是要看看他有没有能不能跟你组建家庭，持续把2个人朝一个方向走的这么一种决心的这么一种潜质。那如果这方面完全没有的话，你说你爱的特别投入特别彻底，你爱的失去自我了，把你的眼都给蒙了的那种，就是爱他爱得不得了，但是没有任何未来的男生，我觉得你尽早放手，及时止损，受伤的还是你自己，耽误时间的还是你自己，最后还是一场空。我觉得下一种呢，极度粘人，不健康的粘，极端的粘，我没有你我不能活了，你要说分手我就死给你看那种。你说适龄的年纪，你要不在工作，你要么在打拼，要么就是在上学，这么大好的时光你不去抓住它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，你这天天吊着一个女的，你说能有多大的出息？而且你的命都不要了。反正我比较欣赏的男人就是他既爱这个女人，他又有自己事情做，他很清晰自己的事业的拼搏的地方在哪，他也许不是说非常成功的思想跟行为总有一个在路上。如果说这个男的就是全都是扑在这个女的身上，什么都不做，然后就黏着这个女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女的这人身安全呢，首先她会比较危险，被他绑架了，你不能说不，你说不的话，不知道这男的会做出什么事儿来。他还以爱为要挟，还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，他就把命压在你的身上，你不能离开他。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窒息、非常不健康的一种男女关系。那如果有女生特别享受男生黏着你的话，我觉得那也是一时的，绝对不是一世。我想的我就是要跑。这个世界上有意义的事儿，绝对不是只是谈情说爱，还有太多太多的事儿了。你2个人才能共同进步，2个人都变成更好的人，才是这个婚姻它的终极目标。如果是2个人腻在一块儿，就一天比一天差，一天比一天颓废，一天比一天不进步的话也有这样的人。除非你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，如果说你听上去已经很窒息的话，那我觉得你要有一个判断力，他是不是黏你黏到已经不能让你自由，情感绑架，让你觉得不舒服了。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及早止损，要不然的话生命都有隐患，其实这个是最危险的一个。这个下一个呢，我之前视频里也说过，就是很多很优秀的男生，又高又帅，然后又名牌大学毕业，然后琴棋书画什么都会，然后又能赚钱什么的，你呢就觉得说哇，好幸福好幸福啊。如果说你在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他以后的计划里面，生活呀、工作呀、什么生孩子呀、什么乱七八糟的生活的事儿吧，就5年、10年、15年、20年的计划里面都没有提到你的话，无疑就是两种可能性。一种就是你对他不是特别重要，就是你只是他的一个附属品，你就跟我走吧，我还用跟你商量吗？第二种呢，就是你不是无可取代的，没了你，我这个条件换谁都行，就是极度的自大骄傲。但是人家这自大骄傲是有资本的，人家配家里的家教，人觉得自己儿子这么优秀，人家也会觉得说，你不要什么一棵树上吊死或者怎么样的，这个不行，以后换一个。真的有男生的家长会这样子教育儿子的，这个没有什么可去指责人家的。像我这个年纪的话，我们这一代的男生都是独生子，如果说你的男朋友恰好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的话，并不是特别珍惜你，以后有你气受呢，你不仅是受他的气，你可能还会受他们家的气。那如果说他未来计划都有你，把你和你们全家列入了他未来的计划中，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靠谱，那才是说你讲了一个不是你得到了一个大宝贝，一定要去好好珍惜这段婚姻。如果说你不在他的计划里，或者说你的父母也不在他的计划里的话，你可能就是不重要，要么就是可以轻易的被换掉。下一种不能要的男人呢，就是如果你这个女生是家里条件非常好，或者说在某一方面非常有能力的话，有一些个男生他可能会骨子里有一种找跳板来阶级跨越那种。跨阶级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，社会上现在每时每秒无时无刻都有人在想着无数的方法来跳跃阶级、跨越阶级，因为阶级是最难跨越的，使出浑身解数是非常正常一件事儿。用婚姻来跨越阶级一种手段的之一。我要就提醒女生，就是说首先你要知道这件事儿，你不能不知道，你不能觉得说他打着爱的旗号来接近你，你是在
混在这种爱情的蜜罐里面被迷了，他根本就真的就是想利用你做跳板的话，那你这个时候还觉得说他就是爱我这个人，那你就是单纯的就是要被骗，最后受伤的绝对是你。用你当跳板这样的男人呢，也有那种一辈子感恩你的，可能真的从一开始就很爱你，然后正好你的条件比较好，可以帮到他，正好顺便我跳一下啊，这个也是。很多比例都是这样的，但也有一些个男生以爱的名义来接近你，然后想让你去帮他或者怎么样。如果你帮得到呢，那就还有的说；那帮不到呢，他可能就把你就分手了，然后再去找下一个帮他的。你可能觉得说我不想要这样的爱情，我不相信有这样的爱情，我相信所有的人来接近我都是为了真正的爱我的。但是把眼睛闭起来，并不等于他不存在，并不等于他不站在你的面前。所以你不要自己骗自己，你一定要有长久的这么一个观察。最痛苦、最难以释怀、最想不通的，可能就是被感情骗子骗了，而且可能会很久出不来，并不是说你有错，而错就错在你太善良，就是你一开始没有想太多。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以不说出来，这个东西你要过脑子，自己在心里面小人之心了，我又不犯法。但是你多想了一下，可能就会变成一种保护自己的武器。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我总结出来的就是每个女生都会听到这样的男生就会吓得赶紧跑，那就是妈宝男。很多人对妈宝男呢定义呢好像有偏差，好像就是说对自己妈好，然后对自己妈特孝顺，然后跟自己妈住一块儿，好像就是妈宝男了。当然不是了。那如果说你把这样的人都归成妈宝男的话，那你真是找不到男人了。当妈宝男，他并不是说谁的错，这个妈妈不好导致这个孩子妈宝男了。妈妈真的都不知道怎么爱孩子，就是爱，真的是爱。你说那个男生有错吗？他没有做错什么，他从小就是这么一个生活环境导致他的这么一个状态。我现在做任何事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说，我这么做，我儿子会不会变成妈宝？因为这东西就是你太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变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也不是诚心的。作为女生来讲，我们长大了，我们选配偶的时候，我们有我们健全的思维，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的男生给过滤掉。我觉得大家要对这个妈宝男有个正确的了解哈。就拿我老公来举例吧，独子就是男孩子，从小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贝的，跟所有人家里都一样。我老公当时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以后他要跟他的父母在一起住，然后问我愿不愿意，我说我愿意，也没有问题的。可能有的人就说了，你看都离不开妈妈什么的啊，就是妈宝。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第12、13年了吧，我们还是依然都全家在一起住，我跟我公公婆婆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你说为什么呢？我老公他是一个极其有主见的人，我以前视频里也说过，他经常跟他妈会去，他经常跟我婆婆会去。争辩一些个事儿，他所有重大的决定，他基本上都是跟我商量。我老公是一个完完全全长大有独立思维的这么一个个体，没有受任何外界的控制，行为摆布啊、精神控制一点点都没有，哪怕有一个苗头都没有。有一些真正妈宝男反而是相反的，他可能没有太尊重或者是太孝敬自己的爸妈，因为他索取惯了，反而就是很娇气、很傲娇，可能都很大岁数了。真的是，如果说再懒点，就自己鞋带都不想自己系，大家都是得宠着他了，同时他又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能力。比如说你们俩在一起跟他表白了，他说等会儿我回去问我妈我能不能接受你，看着像大人，其实骨子里呢就是一个小男孩。女方一定是受伤害的，你偶尔可能你就会觉得不舒服，但时间长了之后，你会发现这种关系其实是有毒的，你绝对忍受不了的。他只要自己有主见，或者说有的事根本就不跟父母说，就是他已经能够强大到有主见到就是报喜不报忧，就是把很多事儿都自己扛下来了，并且自己都已经解决了，而且解决的还非常漂亮。他可能会若干年之后跟他父母提起来，哎，当时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，什么什么坎儿，当时挺难的，然后后来被我自己给战胜了，哎，就最后过了几年就当一个笑话来讲，父母就觉得哎呀这挺心疼孩子的。那如果说就生活的非常的琐碎的小事儿，每走每一步都要向自己妈妈汇报的话，真的是一个非常窒息的关系。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两者的区别，并不是说孝敬妈妈，老是给妈妈买东西，老想跟妈妈住在一起，这就是妈宝男，这不是的。其实我觉得看人其实挺难的，就像我说的，我觉得没有完全真实的人在完全真实的情况下完全真实的
每个人都会包装一下自己。我觉得这不是负面的哈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动物的区别。我们总是要对吧，彬彬有礼啊，我们总是要把自己就是美化一下，变成印象好一点。但是就是如果是回归到比如说择偶上面，就是真的是要过日子的话，真的得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。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条的话，大家可能就会更容易清晰一点儿，就是给人在心里面默默的分个类。我也没有说对男生或者是女生某一方面或者某一个群体有偏见，你想了总比不想好。等我儿子和女儿再大一些了，我可能会慢慢的跟他们分享一下我的这些个想法，那他们愿意听就听，不愿意听拉倒。所以我也在这儿都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归宿。我今天的这件皮衣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它这个剪裁就是个倒三角的。我跟大家讲，我是从来都不买皮衣，所有市面上的皮衣啊，剪裁都特别的俗气，因为它就是一个豆腐块一样，就是跟上面下面一样宽。这件衣服是我那天逛街在 Sandro 买的，这个倒三角的肩膀特别特别的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建议就是1.72米以上的女生穿，再穿一个厚底鞋，就非常的帅气。小巧一点的女生穿这个可能会有点压个头。我到时候找一找吧，这个是新款，然后我把那个链接都放在下面，如果你喜欢那个你可以去买。个子越高就越好看，穿这个。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呢，就请帮我点一个赞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，就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就这样吧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